长生历8000年，一场血雨落下。密云异象已现，不出此月，长生大帝必到极限。他再试一日，世间便无人能正地。既然大限将至，为何无人入城？快到尽头的大地也是大地。大道伤又重了，最多1个月。8000年前，我刚穿越到这个世界，看着周遭生灵涂炭，我不忍心，于是开始修行。然而我进步飞快，在30岁的那一年，我击毙一位年老的王者，就此拉开了无敌的序幕。用了10年，终结万国时代。然后更是在黑暗动乱时期，燃烧本源，强行踏入地震境界，镇压9大禁区。我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大道伤。活了8000年，也算值得。只是可惜，没能活出第2世。哪有系统会迟到8000年？检测到宿主穿越，无敌系统开启，请宿主接收新手大礼包。我都快走到尽头了，你才来。接收。炼气丹10颗，残缺古经1本，上品灵剑1柄。还不如我多呼吸1次。若是8000年前，我或许很需要你。你果然坏了。健康状态濒危，发布第1阶段任务：击毙长恨弟子了无涯。1年。长恨魔门，如今的大宗门里没有这个名字。系统迟到了8000年，任务不会也迟到了8000年吧？一个连修为都没有的贱民，也想入门？下一个。记住，我叫了无涯。只见过1次，还是8000年前。8000年过去，连长恨魔门都没了。我上哪里找人？难道让我去岁月长河里捞人？破系统！老祖，长生大帝气息溃散，恐怕真的走到极限了。终于要死了。你与长生大帝是同一时代的人。第1次见他时，他还是一个毫无修为的贱民。想拜入长恨魔门，就是极乐魔门的前身。那一次是我最有机会除掉他的时候，可惜，自那以后，每一次听见他的名字，都会让人绝望。我突破开荒境时，他已经是命格修士，压我2个等级。等我突破筑基，进入命格境界，他已经击杀古之圣人。等我耗尽一切踏入圣人境界，他已经镇压9大禁区。他举世无敌之后，连准帝前去觐见，都会被无形的帝者气息压着道心崩溃。当时强者只能将自己封入神元，埋入地下，躲开他的时代。我也是在那时自封神元，耗费数千年，才勘破准帝门槛。他一个人压住了整个时代8000年，如今终于轮到我了。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位走到尽头的大帝。请宿主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人世茫茫，让我去哪里找一个8000年前的人？
他的气息甚至不如一位圣者。若现在入城，或许真有机会。帝者再虚弱，也轮不到你是他。世间已经很多年没有准帝现身了。准帝，长生大帝，好久不见。藏头鹿尾，你是谁？你长生为帝号，却终究逃不过岁月。8000年过去，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巅峰大帝。今日之后，这个时代该换主人了。目标已出现，长恨魔门新晋弟子了无涯，请宿主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原来是你，一个贱民，也配入长恨魔门？原来你就是了无涯。正是，我自封神元7000年，等的就是今日。你垂垂老矣，暮年已到，帝者威压都没了，还想靠旧时代的辉煌吓住我？你没听过帝者虽老，却不可欺吗？狗屁言论！今日我便以你的地屑助我的大帝之路。今日我便破了这句话：苍穹莫影。准帝与帝者之间，如萤火与皓月。月亮再不亮，也不是萤火可以争辉的。飞仙术，不可能！你明明已降。帝败了。我说过，帝者虽老，不可欺。刚才那一击，已经耗尽了最后的力量。长生大帝没有气息了，刚才那一击耗尽了他最后的生机。这不像帝文异象。长生大帝睁开眼睛了。系统，虽然你迟到了8000年，但我原谅你了。看来你的延迟是好不了了。之前是濒危，现在是末期，合着只差10、11个月。按照了无涯的程度，我还能再杀一些。第一阶段第2个任务发布，前往紫霞大帝帝陵参与夺宝，至少获得1件教主级别宝物。紫霞大帝的遗迹，原来他还在那里。接受。隐居帝都太久，也该出去走走了。参拜大帝，带我去紫霞山脉。长生大帝，请上车。长生大帝离开帝都了，那个方向是紫霞山脉。紫霞大帝是道家帝者，道家重养生，或许他的地经之中会有修复大道伤的方法。长生大帝，紫霞山脉到了。紫霞大帝曾经活了13000年，长生大帝来这里，难道是想借遗物延续生命？继续盯着，谁也不要第一个出手。你在这里等我。是。紫霞大帝曾经活了13000年，长生大帝来这里，难道是想借遗物延续生命？继续盯着，谁也不要第一个出手。你在这里等我。是。他真的已经虚弱到这种程度了。击败一位准帝之后，连登山都如此艰难。
若一击开启，或许可以见机行事。不愧是道家帝者，阵法一图远胜于我。大帝留下的地阵开了，这是紫霞大帝晚年修行的道观。不是我破解了阵法，他感应到地者能量，自己打开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静心蒲团。本是凡尘蒲团，因大帝常年在此悟道，沾染地者气息，日积月累，成为至宝。奖励紫霞地经一本。我就知道，哪怕只是一个普通蒲团，沾染了地者气息，也足以超过教主级别。地者不是终点，前路曾经被斩断过。我曾想活出第二世，追随上古先贤的脚步，可惜我失败了。紫霞大帝，紫霞地经抚平了几缕大道伤。紫霞地经之中不只有地者武学，还有紫霞大帝一生参悟的疗伤法门。因为大帝留下的地经只能修复几缕大道伤，但古往今来，若能找到更多一位大帝，或许真的可以修复大道伤，活出第二世。第一阶段第3个任务发布：击败一位为祸世间的大妖，完成第1次对妖族的西杀。任务奖励：无名功法，疑似上古禁术残缺篇，可以修复本源。修复本源。5000年前，我曾与百大妖族立约，我在世一日，妖族不得越界，不能为了任务无故进入百万大山。长生大帝，远不灭前来讨教。长生大帝，远不灭前来讨教。妖族准帝，他们竟然踏出了百万大山！元不灭5000年前便已经成了准帝，远不是前几天那个新晋准帝可以相比的。长生大帝还能挡住吗？你违背了我们之间的契约，擅自踏出了百万大山。没错，我违背了契约，但那份契约的威慑来自长生大帝。你若一直处于巅峰，我妖族自然不敢出百万大山一步。可惜，你虽然自称长生，却无法真正长生。你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巅峰。今日我时隔5000年踏出百万大山，只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替长生大帝送终。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未来我妖族将君临大地，一统天下。属于我的时代已经过去，谁给你的自信？乱如素。若不燃烧11个月寿命，接下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跳梁小丑冒出来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无名功法残本。
上古剑术果然名不虚传，一本残篇便能缓解我的痛苦。可惜帝者本源浩瀚如烟，仍然无法救我。健康状态濒死。发布第1阶段第4个任务：拥抱温馨云，奖励任意一位大帝体验卡。温馨云。真的要走了吗？时局动荡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幕后黑手频频出现。我要去变强，救万民于水火，镇压禁区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还会来见我吗？不要等我了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镇压9大禁区后，我回到村子，却得知他陷入魔渊，再也没有出来。系统，温馨云已经死了8000年，难道温馨云没有死？第1个任务时，我同样以为刘牙早已死去。系统虽然迟到了8000年，却不会发布真正无法完成的任务。如果他还活着，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出现，只有一个可能：温馨云还在魔渊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进入魔渊与送死没有区别。任意一位大帝体验卡是什么意思？3分钟内，让你拥有一位无上帝者的实力。任意一位大帝，是由我自己选择？没错。去魔渊。时隔8000年，也不知道魔渊里的那些黑手还惧怕我吗？来了。长生大帝，8000年不见，你已经年老体衰，也敢踏入魔渊？我帝者寿命将至，来魔渊带走几个。你这般叫嚣，是想我带你一起走吗？你只剩下一具躯壳，早已不是当年的长生大帝。你的帝者大道已经消灭。你可以来试试。长生大帝，你在唬我！继续走。我是长生大帝的灵马，我不能丢大帝的脸。大帝，我们往哪里走？温馨云就在附近，请宿主完成任务。系统，温馨云不在。长生哥哥，长生哥哥，好久不见呀！传说神女为了帮助情郎打破天人界限，向冥王求来一线生机，代价是永世留在冥河。傻姑娘，
云妹妹，长生哥哥带你回去。神女花既然诞生，永生永世都不能离开冥河。如果我执意要带走呢？冥河规矩不可破，神女花你带不走。你出去等我。当年我踏过你的坟头，你连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多年不见，你的拳头弱了几分，嘴巴倒厉害了不少。宿主，请问要体验哪位大帝？长生大帝。长生大帝体验卡启动，持续时间3分钟。今天我就是要带他走，谁敢拦我？是关中王来了。当年饶你一命，你不知感恩，还敢挑衅我，那就去死！系统查看现在的状态。有了这2年时间，我就有更多底气解决自身困境，活出第2世，然后再想办法见一见传说中的冥王。我会带着你，我也会找到你。大帝，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第1阶段第5个任务发布，请宿主前往上古神村，感受上古时代的余晖。任务完成，奖励1缕不朽物质。去南疆。你随意去逛逛，等我出来再换你。村子里没有人了。一直坚持上古时代传统的神村，也挡不住时光吗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
奖励一缕不朽物质。系统，查询我现在的状态。健康状态晚年，寿命4年。第1阶段第6个任务发布：前往百万大山，目睹万妖大帝行宫，获取万妖大帝地经，可获得额外奖励。奖励1：圣人级法宝1件。奖励2：一次天人询问机会。天人询问机会，什么都可以问吗？古往今来，天文地理，任何疑问皆可给出对应答案。我要去百万大山看看。你已经涉足大道阵法，修为也有教主级别了。大帝，现在去哪儿？百万大山。是长生大帝的灵马，他正朝百万大山去。这是最好的机会，杀了他，妖族便能走向下一个时代。可他不久前才在魔渊重临帝者领位，魔渊已经替我们逼出了他最后的底牌。拿出所有底牌，诛杀一位大帝，向天下宣告，下一个时代是妖族的时代。长生大帝，你还敢踏足我百万大山？你们妖族就是这样待客的？没有实力守护的契约，就是一张废纸。你认为我没了实力？这不可能！你不是要死了吗？谁说我要死？属于我的事，还没有过去。长生大帝，你来百万大山究竟所为何事？祭拜万妖大帝，顺带借阅地经人意了。万妖大帝本体只是一只幼蝉，他经历22次蜕变，最终化蝶成帝。他原本有机会活出第2世，却在前路选择上失败了。这是万妖大帝留下的地经。我借阅几日，看完便还给你。任务完成，获得万妖大帝地经，圣人级法宝已经发放，请宿主使用天人询问机会。我想知道该如何复活温心云。岁月悠悠，
世间终会出现两朵相同的花，千百年的回眸，一花凋零，一花绽放。系统，解释一下。答案如此，其余内容需要宿主自行探索。了不起！救不了这具伤痕累累的旧躯，便重新蜕变，褪去旧伤，活出第二世。根基已经成了。原来禁区里的黑手是靠吞噬众生精气延续寿命，他们等的是修行末期之后的大争之势。既然如此，我更不能如你们所愿。第一阶段第7个任务发布，请宿主收集10位大帝的地经，学习百家功法，铸造自己的帝者道路。任务奖励：上古禁术、龙族大仙术。我现在已有2部地经，算不算？算。还差8部。近3万年，帝者寥寥，想继续收集地经，只能向更古老的道统寻找。下一处，清风道门。长生大帝要离去了吗？你们都望眼欲穿，我再不走，岂不是让你们坐立不安？长生大帝，大征之事即将到来，请大帝注意安全。妖族应该恨我入骨，你却来关心我。一纸契约看似限制妖族，却也让妖族休养生息了数千年，老朽不愿。近来准帝门槛似乎正在松动，大征之势真正降临后，帝者也未必只能有1位。同一个时代可以诞生数位帝者，上古时期确实如此。多谢提醒。长生大帝扫平黑暗动乱，庇护世人8000年。希望新时代还有承载大地的船。大帝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去清风道门。清风道门掌教携众长老弟子恭迎长生大帝。不请自来，还望不要见怪。长生大帝此番降临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借愿清风大帝的地经。地经是清风道门不传之秘，大帝借愿自然可以。
还请入殿稍后，我让人将地经送来。掌教可否说一说清风大帝？回忆录记载，清风大帝晚年时常忧愁，有一次深夜，他甚至痛哭，说自己太弱。一位镇压时代的大帝，为什么会说自己太弱？他只说自己被困在方寸之地，难以转身。大帝，地经已经送来。地经已经看完，我告辞了。大帝，接下来去哪里？先向东荒。系统，另类成道者留下的经文，算地经吗？算。去东荒。鸿蒙仙门。先前损耗的6个月，补回来了。我来借愿鸿蒙大帝留下的地经。地经早已在几万年前的内斗中失传，地经与地兵都已丢失，这也是宗门衰败的原因。鸿蒙大帝晚年在此离世，地经还在，我自己取。见过后世大帝，